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来宾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赶快来看到，我们今天要关心到的是北京这一回对日本祭出的3连击是全面的启动，尤其我们今天会在经济上啊、军事上面等等的层面，还有半导体的这个调查上面来做检讨。先来看到哦，这个3连击包括了有稀土、半导体跟渤海的军演，要掐住日本的命脉。那么日本则是祭出这种光阻剂来反制，能不能有效呢？今天节目一起来关心。好，赶快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是，中国大陆现在全面封锁了，从这个经济面，我们看到他做出的事情，就是在稀土跟有关于2氧细烷针对日本出手。那日本的高科技产业会因此而直接断链，甚至现在预估这个损失金额达到数十兆日元吗？第二件事情在军事层面，我们来做解读，就是大陆它连续的在渤海这边的高强度军演，是对日本这个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个贺阻吗？还是单纯秀秀军事肌肉，战力到底有多强呢？最后也会来关心到的是，日本则是做出了它的反制，是利用它的光阻剂当做它的最强王牌。大陆会不会被卡死，还是早就已经准备好自给自足，可以做全面脱钩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刚刚讲的是大陆的3连杀，所以包括从经济、军事到科技都有，而且是连着好几天一连串的各种制裁。首先看到6日，商务部已经宣布了全面升级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的各种物资的出口管制。那当然了，现在大家也在最关心的就是稀土的管制对日本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呢？第二个冲击就是7号的时候对日本制的这个晶片关键材料2氧细烷来启动反倾销调查。要知道，每一年日本出口给大陆非常多的2氧细烷。最后我们来看到是渤海这边举行的军事演习，直指战略核心，对日本的冲击，赶快立刻的来看到。有关于稀土啊，日本其实非常的依赖大陆的稀土，占比更是最多高达了70%。现在来估算，靠着稀土要做的产品，每一年将会超过10兆日元。现在没有稀土了，日本怎么办呢？第二个事情，对于日本的冲击就是刚刚说的2氧细烷，每年呢日本出口幅度高达了4000公吨啊。那现在大陆呢就是要针对非常多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出口2氧细烷的公司来特别做反倾销调查，这边直指3家公司，包括了信越化学、发商业空、日本子公司跟三菱化学等等。最后是在渤海的演习，为什么这边特别的重要？就是因为这边是经济暨出海的门户，从去年开始它就已经连续禁航了，紧张情势在这边可以看得出是在明显的升级当中。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赖老师了，这一连串的制裁对于日本来说到底有多伤？有没有可能直接伤到日本的产业命脉？当然会伤到啊，因为这一次跟10年前的稀土的管制就不一样了。10年前的稀土管制是政策工具性的，这次是制度法律性的。制度法律性的，也就是说，它有1000多项产品都是在管制的范围内。管制范围，那也就是要经过批准啊。这个不只是对于中国大陆的企业的厂商，把这些军民两用的物项卖到日本去，也经过第三方。也就是说，如果你美国假设或是台湾，你向大陆进口的稀土，然后你加工制作成为一个例如说磁铁好了，然后你再把它卖到日本去。那对不起，你要经过大陆的同意，那就是第三方的一个管制。而且呢，也已经讲得很明白，如果你没有经过中国大陆同意，你是偷偷的卖给大陆的话，卖给日本，你可能要接受法律上的责任哦。那也就是说，大陆就有权利对你完全断供。这个对于台湾也好，或是对于其他的任何第三方来说的话，它的这个风险就很高了。我们一般做生意的人来讲，你风险越高，他就越不愿意做嘛。要不就是你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你要给我更多的钱。那这样的话，我还有可能因为钱而铤而走险。另外，日本它要不就是采用美国的方法，也就是透过这个走私的方式例如说透过废料或者透过各种走私到缅甸或者第三方的时候再出去。但是你看大陆现在很多的贵州的有一些人都被抓了，有一些官员都被抓了，
有很多的这些走私的这些矿产的这些人都被抓了，这代表什么？他们的执法是越来越有效，而且是越来越严格。好，那一旦是如此的话，当你日本如果没有办法充分的或者是很稳定的从中国大陆那边你获得你所需要的中重稀土的话，这个对于日本的工业当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嘛。这不只是汽车工业啊，这个半导体啊各方面都会产生影响。那么更重要的是军事工业，基本上日本要发展，那就难度就很高了。因为你以日本来讲，你飞机制造 F1、F2，或者是你要跟意大利你要跟英国合作，那对不起，你只要跟日本合作的话，有跟中国大陆有关的稀土，尤其是中重稀土，那你可能就没办法。所以5代战机对日本来说，很有可能就会夭折了，因为他们这些国家可能会考虑把日本引进来，或许我就没办法从中国大陆那边拿到我战机所需要的永磁土，我的磁铁没有我根本没办法这样做。好，那不管是导弹034，或者是12.4，或者是军民两用的话，甚至你连军用卡车、军用车辆，那甚至连甲车、装甲车，你所需要用的发动机，那你可能都没办法了，因为它都需要用到磁铁，可能都没办法。好，那这次谈到的是第2号公告，也就是说这是2026年中国大陆出来的第一个公告，就是对于这些所有的军民两用物项的一个全面性的管制。第2份公告就是对您刚刚讲的这个二氯细烷，二氯细烷在大陆他们叫做二氯二氢硅这跟我们台湾的名称不一样，但同样的东西，这个东西是用在晶圆做晶片的这一层薄膜。我们要问的是，大陆有没有替代品？有了，大陆已经有替代品。那日本原本占全世界的份额多少？80%。它在出口这个部分占全世界是排名第2，但是它占有全世界的比重80%，所以这个是对日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工业也很大的一笔这个收入。对。可是问题是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基本量占全世界多少？总生产量在今年来讲，绝对会超过40%以上，有人估计可能会到50%，也说不一定。例如说成熟制成的晶片，中国大陆就占了70%嘛。这个12寸晶圆的28奈米你可以知道中国大陆几乎在全世界占有70%，所以你晶片生产多少，你就要使用到这个化学原料，要使用到多少。那以大陆的生产量占全世界，如果说我晶圆的生产量占全世界1半以上的话，那你日本等于是我出口的这个4000公吨，我等于是有1半以上都是卖到中国大陆去。那从现在开始启动调查，如果1年以后说你有反倾销的一个问题的话，那请问一下，它的关税如果是285%，或是400多，或是600多，那是由中国大陆自己来判断，你基本上都卖不进去大陆，你根本没有大陆市场，那你这些公司它的股价当然跌嘛，它的整个营业额会往下降，它必须要进行裁员减少人员，它的公司规模会越来越小。那中国大陆的公司规模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它用1年的调查时间，所以等于是给中国大陆1年去准备它的足够的募集的基金，因为所有人都会看到说，哇，中国大陆的这些厂商有未来，因为拥抱自己的国内的市场都吃不完了，那很多的基金就会投进去，它的公司规模一下子会扩大。它把它的产能准备好以后，明年调查一旦结束，然后你日本的产品开始卖不进来的时候，中国大陆的产品开始补货来接你的市场的缺额。这个情形对日本的未来来说，这些公司搞不好连存活的可能性都会越来越低。好，刚刚特别看到是这一次大陆的3连杀，特别针对了经济，还有针对了他们的这一些高科技公司做的击杀。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有在军事上面，就是在渤海这边的演习，这3个击杀，将军又怎么看对于日本的冲击？我觉得从去年高市早苗发表这个跟涉台有关的言论之后，中国大陆对日本的各项采取的措施是接连的连环拳，接连不断。除了在经济跟科技方面，军事上面也是不断的加码，而且没有停止过。从去年我们刚开始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海好几次的军演，
那另外钓鱼台那边，中国也加强战备警巡的能力。另外，在日本本岛周边来讲，它除了说用辽宁舰到穿过宫古海峡到日本的东部海域去实施所谓的战备警巡之外，它也跟俄罗斯合作实施联合空中战备警巡。然后俄罗斯所用的图95战机的航线跟这个解放军所用的轰6战机刚好对日本形成一个包围之势。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此告结束了？我觉得没有。在今天我们又听到一个更新的最新的一个军演的一个讯息，就是解放军又要在渤海实施军演。那这次渤海军演跟以往的几次有什么不同？这次很明显的是用了4艘055大驱的驱逐舰在这边做军演啊。那第一个我们看地点它选择在渤海，渤海有2个意义。第一个，它是曾经甲午战争发生的地点，所以说大陆来讲的话，它选择这个地方来做演练，很明显的是要汲取国耻的教训，激发全民同仇敌忾的心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我认为选择在渤海，那第二个意义就是它要捍卫它的中枢所以天津、北京、天津还有这个河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中部战区的划分来讲，它属于是中部战区，也就是它战略预备队的核心所在位置。我们知道大陆战区分为东南西北另外还有个中部战区。那中部战区就是核心的位置，也就是除了巩固经济的安全之外，也就是整个国家战略预备队在这个地方。那我想说，选择在这个地方军演，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不是大陆也看到前几天这个美国队委对他动手？那当然我们不认为说是美军会异想天开、愚蠢到对中国大陆来实施所谓的斩首作战。但是这个对军人来讲的话，当然你要做最坏打算，做最好的准备。那也因此，他用了4艘驱逐舰055这种大驱的驱逐舰在这边摆成一列，所以严阵以待。那1艘055的战力有多强呢？我们讲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个所谓航母战斗群不管是辽宁或者山东航母战斗群，它通常所编配的带刀侍卫就是055，大概只有1艘。那也曾经在演习过程之中，单独1艘055驱逐舰，就是南昌号，它单独去单挑美军的航母战斗群，这种战在这个之前的演训也曾经发生过。第3个你知道吗？曾经有1艘055驱逐舰带着1艘的这个补给船，还有1艘054护卫舰，它就可以远航到澳洲、纽西兰去绕了一圈回来。所以光1艘055的战力，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但这次居然用了4艘，而且是摆在这么窄一个渤海海域，可见呢，大陆来讲用军事威慑日本的决心是不会停止的。第3个，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后会形成一种常态化，因为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但是军事演习的这种力道没有看到它放轻。所以我认为之后，这次055的在渤海的军演之后，一定还会再看到紧接着而来，解放军还有在这个所谓东海地区的军演。那这个方面，可能日本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方面可能解放军如果说是高市早苗不收回相关言论，那大陆在这个地方的军演可能会形成一种常态化的军演。好，大陆的3连杀，科技、经济，还有将军刚刚特别帮我们强调的，大陆解放军正在加强它的军事化的军演，秀出它的威慑力。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那日本呢，看到各种的状况，它现在则是祭出了反制，但是重点是有没有效呢？日本祭出的反制的最后王牌是它的光阻剂。目前我们来看看光阻剂对于日本来说有多重要，因为日本掌控了全球70%的光阻剂市场，尤其在高端的 EUV 光阻剂更是掌握市占率高达95%。瑞银也评估了这张王牌可以让日本好好的使用，一直用到2030年。当然，北京在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它也赶快来追赶。去年已经完成光阻剂的一些测试标准，解决了目前的显影的一个缺陷。那2年前国产化已经突破了10%，目标在今年2026就可以达到40%。中国真的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全面脱钩了吗？日本这一次的反制会不会把中国卡死？委员又怎么看？没办法卡死。为什么？因为光阻剂有4种，第一种叫初阶的，叫 I-line， 那成熟制程大部分用这个做光阻剂，那中国大陆大部分成熟制程，所以用这个 OK 自己生产了100%不用担心。那第二个稍微比较高阶一点，叫 KRF，这个 KRF 这种光阻剂呢，
那这个叫做中阶光阻剂，那中国大陆用很多，也可以自己生产，那价钱稍微贵一点，比日本是比较便宜，而日本故意在杀这个市场嘛，哈。那第三个就是 ARF， 好，这个算是中高阶的光阻剂，那中国大陆也能生产，但被认为品质没有日本那么好。但是如果说买不到，将就一下也 OK， 也可以用好。然后最重要是 EUV 的最高阶的光阻剂，中国不需要用，为什么？中国没有那种 EUV 光刻机，所以用不着啊。所以目前来看，日本要用光阻剂这个反制，目前有困难，做不到，而且还会失去市场啊。以前呢，他们2019年到2020年用在韩国身上有效。因为韩国当时 DUV 已经 OK 了，好，而且自己的这些做光伏剂的哈，做不太出来。是，但是对中国来讲，目前没有办法这个遏制中国的这个光伏剂什么卡死啊，那不必，不用担心哈。最重要就是说，中国的 EUV 光刻机或者最高阶的那个 ARF 哈，也在突破当中。但是中国这边用量不大。所以要卡死，做不到。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战鱼现在压到了中东国家，今天要特别关心到的是伊朗，因为美国跟以色列已经要对伊朗开战倒数了吗？空袭名单现在也出来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伊朗有没有谁来撑腰呢？现在根据了解，中俄的武器都会有办法来撑腰伊朗，那中东是否引爆这种全面的战争？今天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川普呢活捉委内瑞拉的总统之后，马杜罗之后，下一个目标现在直接被点名的就是伊朗，而且呢，根据厉将军的说法，最快可能下周就有可能动手。现在在伊朗这边可以说是战情密布，包括了美国跟以色列已经全面启动了所谓的战前的部署了，从各种武器的迹象，我们都可以看到好像要打仗起来了，包括了军备、士兵跟航舰、空中力量，现在都往伊朗这边走。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最新喊话，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我们就会对伊朗来动手。” X 平台上面的这个博主，他也特别引述了多家伊朗跟阿拉伯媒体来同步做了一个警告。他说，美国跟以色列正在准备新一波这种要做的针对伊朗的瘫痪式的空袭，目标就是要瘫痪伊朗的整体的防空系统跟它的导弹的基地。好，确实现在呢也有民众目击到说，当时啊活捉这个马杜罗的三角洲部队，竟然在伊拉克境内有民众看到是现身在街头。好，这是根据媒体的报道。另外一方面，其实呢，在过去几天而已，短短数小时之内，也被发现了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跟它的重型运输机，从美国的本土，甚至是从英国的基地，正在密集的升空往中东的方向前进。也有伊朗的民众回报说，好像看到了美军的 P-8A 海上侦察机进入到伊朗的荷姆兹海峡巡弋。好，厉将军特别帮我们指出了呢，现在伊朗正在积极的补充它的导弹，还有增加导弹的技术等等。那么纳坦雅胡其实他现在非常的紧张，因为以色列没有什么国土的纵深，尤其是跟这个委内瑞拉相比，它是靠海的。那我们可以知道，伊朗呢它是内陆国家，一旦呢遭到了导弹的攻击，没有什么可能会遭受很有可能遭受灭国之灾。好，我们特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下一步真的会是伊朗吗？那美以现在的军事部署是威吓，还是准备进入开战倒数？首先我说明一下，我研判美国跟以色列下一波来讲，就不只是瘫痪式的空袭，而是会地面部队直接入侵到底会有多大的地面部队？可能不至于说是全面的这种开战，但是会用这个所谓像马杜罗方式的这种特种部队直接进去遂行斩首作战的可能性是很高第一个，我们来看到去年6月12号、6月13号到20号。这12天，伊朗跟以色列的互相空袭之中，以色列用的是战机，那伊朗用的是导弹。那伊朗初期的时候，它所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大部分可以拦下来，将近90%。
但到了战争后半期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以色列当然他自己对空导弹的数量慢慢数量有减少。第二个，他这个伊朗也寻找到所谓突破这个以色列防空火网的这种诀窍，所以它命中率就渐渐提高了。它突破的防穿率后来甚至有到50%以上这么高的突破，这个以色列的防空拦截率。我们看到它后续命中的包括内塔尼亚胡的这种宿舍被打到了哈，以色列的国防部相关的重要情报设施甚至于港口、机场都被命中。那反观的以色列，因为它的拦截的导弹数量慢慢的减少，被消耗光之后，它的防空性能就减低了。所以这时候，如果说是伊朗在这段时间，它继续这个补充它的导弹弹药库的数量，然后也继续提升它的导弹性能，提升它作战的技巧，那很可能下一波，如果说万一开战来讲的话，以色列还能不能够像6月份那次能够拦得住这导弹，可能就很大的一个疑问，因为很明显。从这一波的攻击里面，我们发现战争形态已经改变了，而且是对以色列不利的改变。以色列在这边以往之所以能够称霸欧洲，靠的是它强大的制空能力，还有它地面的战车部队。但是这次我们看到，纯粹如果说就导弹攻击来讲的话，跟以往的战争形态有很大的改变。这是第一个。那目前得到的讯息是，伊朗不断的在加强它的导弹库的一个扩充跟这个建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我们从上次的战争检讨，我们发现以色列最后他功亏一篑，美军也功亏一篑，没有能够彻底的将伊朗的核设施炸毁。主要是为什么原因呢？我认为就是因为它只靠空中制空的作战能力，而它没有地面部队的能力哈。我们看到美军不管是 B2 轰炸机丢的专机弹，或以色列，虽然你就算整个瘫痪了伊朗的所有空中，可是因为你没有地面部队进去，所以造成你功亏一篑。但是我们看到这次，我们看到大家看一下，现在美军这个到这个欧洲去的是C5运输机跟C17重型运输机。但是运输机里面装的是什么呢？我认为装的是所谓的这种黑鹰直升机或者是阿帕奇这一类的攻击直升机所以这很明显，如果装载这种直升机，就是对地攻击的武器。第二个还有一架飞机这个特别引起我注意的就是 AC-13它是 C-13是运输机，可是为什么加个 A 呢 ？A 是攻击的意思 ，attack 它在这种C-13运输机上面装了1洞5的这种榴弹炮，可以从空中对地面发射火炮，那火力是很猛烈的。那这种飞机这些飞机有一个共同的作战的任务，就是所谓的密接支援对地作战。那密接谁呢？可能就是三角洲部队这个对三角洲部队，我一个特种部队进去以后，我在空中对你可以实施火力的直接支援，不管用直升机或者空中炮艇对你实施火力支援。所以我认为，从这个研判，美军三角洲部队进去，用这些对地支援作战的这个战斗机到了这个欧洲地区，极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美军这次会采取这个除了说空中作战之外，它很可能会采取对地的攻击。那目标很可能就指向他们的精神领袖哈梅尼亚。那哈梅尼亚目前好像也策划了他所谓的 B 计划，准备要逃亡到莫斯科。我觉得整体看起来是这种感觉。好，确实现在确实，我们请导播放到下一张 CG。哈米尼现在确实根据了解是有这种逃亡的计划。那其实背后就是因为有俄罗斯的协助之外，其实呢也有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帮忙。我们来看到，不管是俄罗斯或者是中国大陆，现在为止，除了刚刚厉将军帮我们提到的伊朗补进了非常多的导弹，增强自己的导弹之外，其实中俄也非常的给力给了许多的武器。等一下一起来看。那其实伊朗现在内部也有许多自己的危机，包括它的这个抗议早就已经延烧了快要2个星期了。那现在当地呢1半以上的省份50多座城市都不断的爆发示威镇压升级已经造成36人死亡。刚刚特别提到，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又给了伊朗哪一些支援呢？首先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部分，给它的是数千吨的军用固体的火箭燃料，
还有飞弹零组件、长程的这一种防空飞弹系统，甚至呢传出这一些都是传出的。下定了100架的歼10C，疑似还有红旗9B跟歼20等等。那么德黑兰的街头更是拍到了大陆制的反无人机雷射系统神农系统，真的是这样子吗？来看到俄罗斯了，2天之内5架俄罗斯的运输机降落在德黑兰，传出这当中还包含了这一款浩劫攻击直升机，甚至也有消息指出，确实哈米尼是不是已经在俄罗斯的帮忙协助之下，接下来会启动逃亡的这个 B 计划呢？必要时就会到俄罗斯去避险。所以接下来要特别请教赖老师怎么看呢？中俄武器真的要来帮忙了吗？能够打下以色列跟来自于美国的攻击吗？甚至有可能反击吗？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情势是有点混乱啊，有很多讯息都是谣言啊。很难去证实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前段时间以色列跟美国对于伊朗的攻击，那是卯足全力来打的啊。打了结果怎么样？因为地面部队是不能够介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伊朗本身它是100多万平方公里啊，它的国土面积是164万8000多平方公里，很大啊。它的人口数很多，8000多万人口啊，再加上伊朗的国土跟一般的国家不太一样，它是一个中切的啊，所以美国在过去好几届的政府都试图想要去攻打伊朗，没有一个政府敢下这个决心。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地面部队投进去的话，全部会被卷入这样的一个中切的一个领土里面，基本上它跑不出来啊，而且也作战没办法打进去。而且基本上因为人口数太多，逊尼派的凝聚力很强啊，80%以上都是逊尼派的，不是什叶派的，80%以上都是什叶派的这些人，他们的凝聚力很强。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就是，美国曾经尝试企图，但是最终不敢用地面部队去打。美国曾经想说，我先把阿富汗打下来，再把伊拉克打下来。那这样的话，我就东西夹击这个伊朗，我就有一个出动地面部队的支撑点。我先用火力在阿富汗跟伊拉克对于伊朗实施这个密集性的周波性的饱和性的攻击以后，我再把地面部队打进去。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没有办法如愿。第一个就是他在阿富汗建立不了根据地，因为在阿富汗他占领了以后，本身就受到塔利班游击部队式的袭扰。第二个，他占领了伊拉克以后我们看到伊拉克跟伊朗都是属于什叶派的人。伊拉克很快的就改善了跟伊朗的关系，伊朗的民兵组织就进入了伊拉克，所以美军在伊拉克本身内却面临了伊斯兰国，也就是逊尼派的对于他的反扑，所以美军卷入在伊拉克的一个作战，所以他2个基地都没办法使用。那最后一个就是巴基斯坦了。巴基斯坦跟中国是铁杆的兄弟，美国也不可能使用巴基斯坦的基地来对于伊朗实施攻击。你想想看，对伊朗来讲，他根本没有任何切入点，他找不到任何切入点，所以他的地面部队根本就不敢派进去。这是在过去几十年以来，美国的政府从来做不到的事，也不敢做。那唯一能够用导弹来攻击，可是导弹的攻击，中程的导弹是昂贵的。以色列如何来炸这个伊朗呢？所以我们看到他最终后来是派空军轰炸机进去，美国也是派轰炸机进去，因为这个中远程的导弹是贵，而且产生效果不大，要派轰炸机。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国大陆协助伊朗所建立起来的这个红旗9的一个导弹，那就要看伊朗本身的这些军官、士官、士兵们对红旗9的使用的熟练度。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套进去。伊朗的国土面积这么大，多少套进去是一个重点。还有就是有关于这个歼10C的一个采购，你采购了到飞行员的训练形成战斗力，这还早，所以它能产生的功能效果，我们不能够把它列入计算。有关于歼20，那是别想，中国大陆歼20是不外销的，所以这绝对是谣言，这不可能的事情。
那打下无人机的雷达系统，这个比较容易。所以我个人觉得，以色列跟美国来讲，放话的成分极多，但是搞内部颠覆的可能性是最高。这也就是为什么突然间伊朗内部爆发出一半的省份都有因为通货膨胀而爆发的矛盾跟冲突，这个倒是美国 CIA 的专长。委员又怎么看？那哈米尼现在是很危险了吗？另外一方面就是美以，然后中俄伊这样，委员又怎么看？美国以色列的战略目标不叫打伊朗，他打2样东西：一，伊朗的教师政权；二，伊朗的核设施。对于这2个性质跟委内瑞拉那个性质不太一样。目前的伊朗的教师政权已经开始动摇了，所以这个要他更动摇了更厉害，他当然会用武力来施压嘛。武力来施压的话，哈米尼当然要长跑一点嘛，因为教师政权的5大家族，说不定就是成为被铲除的对象。因为包括三角洲部队啦，包括以色列的精准炸弹啦，然后要把伊朗的教师政权当作珍珠党那么容易铲除，也实在是不太容易啊。但是话又说来，又很容易，为什么？这些人真的没地方逃。你说哈米尼可以逃到俄罗斯，俄罗斯不可能所有人都收嘛，5大家族都收也不太可能哈。那现在这个伊朗的教师政权的确已经到了伊朗人民天怒人怨啊，这个贪污啦、腐败啦、垄断商业啦、收贿啊、卖官啦，无所不用其极。你只要想想比清朝末年更可怕的局面都出现了。这美国就是要利用这个时机啊，利用这个时机，那所以才会放话说，你如果开枪打示威者，然后我就 K 你啊。所以现在他是在执行如何进一步动摇教师政权的一个方法，因为伊朗是向来都有世俗政权的传统，伊朗的历史上很少教师政权，这是科梅尼搞出来的。然后教师又不善于经营国家，不善于治理国家，而且将贪污腐败，所以就给了以色列跟美国可乘之机啊！抗议一定会持续下去，因为老百姓日子不好过嘛。那再加上美国的煽动，对不对？那当然会花越搞越多。那第二个就是核武器也会被炸掉啊，当然大概就是2样而已哈。那如果不是跟这2样，大部分地方是没有关系，因为它重点不是伊朗的石油嘛，不是。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看到这个美国霸权恶霸川普对外扩张转移，是不是内部已经要失序了呢？因为现在呢，最新消息，这个美国的军费暴冲到1.5兆美元之外，现在在看说，接下来这个川普美国他要进军的国家，还包括了格陵兰跟加拿大，会不会都难逃魔掌呢？因为我们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川普上任回归白宫不到1年的时间，他的野心已经失控了。最新他在社群直接宣告说，2027年的军事预算提升到1.5兆美元。他说要打造美国长久以来理应拥有的梦幻军队。好，这个梦幻军队呢，比起这个去年的9010亿美元，再暴增了5成以上的一个金额哦。那我们也看到他上任1年来做了哪一些事情呢？其实已经轰炸了，一共是7个国家，包括了委内瑞拉大家知道的之外，还有叙利亚、伊拉克、伊朗跟奈及利亚、也门等等的国家。他也公开的扬言说，不排除接下来会用武力并吞格陵兰。他也多次的提到会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州。其实这2个国家现在也都蛮紧张的。更讽刺的是，面对于川普的喊话，欧洲国家却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声音，不管是指欧洲或者是日本国家，全部都晋升。但是当中国他在说他的军费不断的成长的时候，这些国家就是不断的痛批中国，威胁世界。好，所以节目一开始，请教赖老师怎么看美国现在扩张，不管是在军费上面，它是要扩张主义全面正式的启动了吗？怎么看欧洲国家的集体晋升？欧洲国家他们原本就是一个
双标的国家，它原本就是很虚伪。我在欧洲待那么多年，啊，他们西方人本来就是西方的政府本来都是一个虚伪的政府，跟西方人没关，这很特别。西方人是当他成为一般百姓的时候，人很好，讲诚信，讲法律啊，讲规矩。我这是讲时代话，可是当他从政以后，他就变成另外一套人，都成为马基维里的信徒，满口谎话啊，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我觉得可以作为这个社会学跟政治社会学的一个调查对象啊，就是为什么当他成为正常人的时候是还不错的，欧洲人都是讲人权、讲法治，怎么成为政客以后呢，都变成另外一个魔鬼啊，这个是很有意思。好，我们来看看是这样子。川普，美国的总统历届以来，奥巴马他发现他们的政府债台高筑，所以快要破产，危险，因此他把他的国防经费定在5500亿作为天花板，不要超过这个钱，最多5600亿左右。那他用这个控制防卫预算来去解决他的债务问题。可是他后来的不孝子孙啊，就叫拜登啊，虽然年纪比他大，但是呢，后来的啊第二任的接班人，我讲是民主党的，他就把它成长到8800亿，美国的政府的债务负担一直在扩大。到了川普的时候，又扩张到9100亿，债务负担在扩大。现在他啊食髓知味了，他觉得钱多花在军事上，因为他想要做的东西太多了，他想要打造梦幻的啊这个新一代的导弹驱逐舰，他想要再打造梦幻的第6代的这个战机，他想要的东西太多了，他还要登陆月球，啊，他想要的东西太多，结果9100亿不够用，他现在要提高到15000亿美元左右，这个一定会让美国的债务负担更重。他说：“我用我的关税来支付这个钱，这是假话，因为他去年的关税也不过就是2000多亿，怎么可能来去支付他所要多增加的那将近6000亿美元的这个经费？”好，所以我个人认为，他这个预算能不能完全通过，在国会里面有的争论，啊，第二个就是他要确保他不会迫压，对，啊，今年11月的选举的时候不会迫压。第三个就是您提到的欧美的啊，他的盟友就是欧洲人跟日本人，为什么都晋升？这些国家我刚刚讲的，他们本来就是双标党，就是双标国，他们本来就是没有道德的国家，他们永远就是欺负发展中的国家，指责发展中的国家，然后他们自己本身带头违法乱政，然后指责对方违法乱政。这些人就是每天喷的古龙水啊。然后头发拨的那个弄得很像我这样那么整齐，全身喷满香水，但是呢，永远都是满嘴仁义道德，但干的都是见不得人，是不是我？是讲的是那些啊，这个日本跟欧洲的政客。所以我觉得对于那些人，他们已经道德破产了。我个人觉得他们的讲话在国际间，他们根本已经没有影响力了，大家不会再把欧洲人、日本人他们当成一回事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川普不断的增加他的军费，扩充在世界的版图，这是目前川普的最新的野心，一直持续的在各地开战、点火等等。但是我们也要来看到，他现在点名的几个国家，不管是这个格陵兰或者是加拿大，其实这2个国家我们刚刚提到都很紧张嘛。那有关于北约的战力跟美国来做比较，能打得过美国吗？答案恐怕还是不行的。我们来看到稍微做一个分析，这是来自于新闻周刊美国媒体做的一个。不管是空军啊、陆军跟海军的一个比较，首先在战机上面，美国的战机高达超过了1400架，我们看到其他的国家远远不如美国，不管是英国啊，或者是法国的，或者是土耳其300架，波兰等等，远远都不如美国。再来看到我刚刚说了嘛，空军、陆军跟海军，陆军美国有50万的陆军，远远超过北约盟友，还有2600台的主力战车，1万多台的装甲运兵车，那英国、法国只有
200台左右。海军呢，美国有11艘航空母舰跟65艘的潜艇，那么英国只有2艘的航空母舰跟4艘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潜艇，加拿大则是有4艘的潜艇，所以我们看到在军力上面还是远远的不及美国的。如果川普他说他要并吞格陵兰、加拿大，北约挡得住吗？厉将军怎么看？其实这个如果说拿美国跟北约这些国家就这个表面上面数字来比较的话，我觉得是不切实际的。最重要的是你这些军力，你可不可以在你所望的时间投入你所望的地点？所以欧洲这些国家大概不管它陆海空的战力，不可能是在决战所需要的关键时刻能够投入到格陵兰来做格陵兰的保卫战。但是我特别要强调，美军确实有这个实力，投入他所望的部队，在他所望的时间。为什么？因为美军我们都知道，他有一点我很佩服他们，你不得不佩服这个国家军事它的强项。它总共有11个战略司令部，我们常常听到的中央司令部啦、印太司令部啦、这个欧洲司令部啦，它其中有一个司令部叫运输司令部，所以你看它这个作战讲究是后勤跟补给，所以它有一个后勤运输司令部，就专门将它，你看这些部队，它要投入多少就有投入多少，有一个专责的单位来做战力的投送，所以美军要做的是绝对是欧洲这些国家挡不到的。第二个美军需要对格陵兰动手，我认为他不需要，他用买的就可以买下来了。卢比奥也讲的话，我们可以用买的。这个你知道我算过，格陵兰人口不过是57000人而已。那如果说一个人花100万美金好了，总共也不过就是570亿美金，570亿美金你能够拿下一个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实是 CP 值很高的、很划算的。你只要每个人发给他100万美金就够。可是卢比奥虽然说讲了他要买，但是白宫的反过来讲说，我们不排除用军事力量来夺取。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个北约国家没有能力跟你对抗，也不会跟你对抗。然后你卢比奥用买的也可以买下来，但是为什么白宫还要讲说不排除用武力的方式来获取呢？我觉得纯粹就是满足这个川普他那种这个在远古时代，像亚历山大大帝那种开疆辟土，靠着一场战争来开疆辟土，在这个以后历史上面留下他是这个霸王的这种英名你看他开战到现在，他已经打了7个国家，这7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弱小的国家。那格陵兰当然也是弱小国家。我觉得从川普来讲他真的是很幼稚你看他要造所谓川普级的战舰，4万吨级的那种，满足他的个人的军事上小时候的梦想。那他现在一定坚持要用武力来夺取格陵兰，他会不会做？我认为他会做。他做这个事情的目的，只是为了他以后希望在历史上面，他可以跟亚历山大这些帝王能够齐名。所以欧洲这些国家之所以不敢讲话，我想他们也看出来，他真的会这样做，只是大家到时候不晓得怎么办因为以欧洲的军力，平常讲真的是不足以跟美军来做抗衡，也不会去做抗衡了，因为现在防守格陵兰岛的就是美军有200万的200个人的美军，你叫美军去攻击美军，还是美军去抵抗美军？我觉得这都是一些我们讲的这个在旁边旁观者看的一些风凉话了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川普只是为了满足他个人帝王的思想而已。好，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川普的种种这种扩张的野心，除了满足个人的帝王私欲之外，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他也在为接下来的期中选举做好准备呢？因为其实现在美国的内部经济也是一团乱，所以呢，川普会不会想要借由这些方式来挽救他的一些民调呢？我们来看到目前美国的经济物价。好，来看到画面上标上了40年新高 ，K 型化的极端经济，收入最高10%的家庭，他们其实贡献近半的消费支出，连这些350种的药物价格不断的狂涨，让人民的压力非常的大。那川普现在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打击民主党最新消息我们看到，他打击民主党政府之外，还有联邦2000名的干员直接空降明尼苏达，他也冻结了5个民主党州在当地的所有社福跟这个托育相关的补助，他自己也承认说了啦，他说输了就会被弹劾。委员怎么看？难得有一个美国总统干没有1年多就把内政搞得乱七八糟。当然，这个最重要的源头就是2个第一个就是因为他搞关税政策，然后搞这些科技产品的对抗。对。
因为本来以为说商级300，商人啊这个700，现在几乎是平分一半，那自己受伤就很重啊。那这种因为关税问题产生的物价，而且这个物价都是那种生活性的，不是那种什么汽油啊之类的东西，都是食物啦、咖啡啦或者牛肉啊。老百姓当然会气得不得了啊！你就搞什么名堂？我本来从巴西买很便宜，现在你加税以后，那巴西要么就是加价卖给你，要么就转卖给别人。那你说看哪一样不会涨啊？那像中国就趁便宜赶快买了很多，所以他们更是陷入生活上的困难。社会上因为股票涨，有钱人穿油油，没有钱人民主党啊，那就会举行这个分隔，而且他狂打所谓的社会福利。很多人社会里要缩水了，那你1个、2个、3个加起来的话，就会非常的贫困。那因为内政实在是搞得太失败了，他是想要去搞一个海外的成绩啊，来取悦他的基本选民。因为共和党选民就有这种帝国主义的思想，那不是说民主党没有，民主党喜欢干涉人家，哎，对，所以这个对于川普来讲哦，他现在让美国人觉得，哎，美国就是可以变成委内瑞拉的宗主国啊！你看委内瑞拉都要听美国的啊，这个已经成为事实，我们就不用去讨论了。那下一个是什么？伊朗啊，下一个伊朗既可以讨好美国的犹太人啊，然后又可以让很多国家觉得我还是中东老大。这一点他想要在耀武扬威的，因为格陵兰他早已经跟丹麦政府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签了一个条约，或者叫格陵兰法令。这个法令说，格陵兰随时可以公投独立。那这个法令是他们自己谈出来的啊。那美国只要对这6万个居民啊，稍微啊像那个摆平那个委内瑞拉一样，稍微摆平一下，他们就会公投，然后独立。那独立以后，跟美国签一个自由附属条约，那就变成美国的附属国，像帛琉一样，那他们就会把国防、外交、货币权都交给美国，那等于是跟交给丹麦是一样的情形，摩擦嘛，所以美国会拿到格陵兰，那丹麦政府当然会抗议啊。那你法律上你没办法抗议，那再加上北约其他国家也不理你，那欧盟国家每个人冷眼旁观不讲话啊，你们好好商量，那格陵兰就被拿走了。是，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太子集团现在正式的落网了，但是这不是终点，竟然成为了美中司法战正式的一个斗争开打。等一下要来看到说中国大陆现在扣到人了，也就是这一位，等一下我们会来带大家关心的陈志。那美国则是扣到钱，柬埔寨这一时候要选哪一边站呢？北京会不会全面收网？今天就这些议题来一起做关心。好，这位是这个已经被逮捕的柬埔寨跨国的诈骗太子集团的幕后黑手，柬埔寨自己公布的他们已经逮捕的3位的中国籍人士，除了我们很熟悉的陈志之外，还包括了另外2位徐吉良等人，将他们引渡回了中国。这一项行动呢，其实是在中国当局的请求之下所进行的打击跨国犯罪的一个行动。那美国司法部是这样说的呢，他说太子集团是亚洲最大的跨国犯罪组织之一，是主导柬埔寨多个园区非常之恶劣，长期在这边非法获利高达了数十亿美元。节目一开始请教赖老师怎么看呢？包括说现在美中也在争说陈志现在是被送回了中国，代表中国在这一场美中的诈骗里面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吗？那其实习近平之前对于陈志这件案子一直是按兵不动，被解读是在默默布线，要一网打尽吗？中国大陆对于这些在海外的诈骗集团去诈骗中国的公民啊，他们是零容忍啊。我们也看到泰柬边界的这些诈骗园区不断的被攻击，我们也看到在柬埔寨啊，或者是在缅甸的这些诈骗集团被中国大陆逮捕啊，尤其是你看那些上万人啊，全部都移到中国大陆去，他的首脑都已经被处死刑了啊。所以中国大陆对这些诈骗犯他们是深恶痛绝，而且是根据
他们跟我们台湾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他们根据你所造成的伤害来做量刑的标准，而不是以你诈骗本身。我们是根据诈骗本身。那我们认为诈骗犯是轻刑犯，所以在台湾都是轻罪甚至微罪，然后很多的时候就是就训诫完或者是登记完以后就放走了。前段时间很有名的就是我们在肯亚大陆那边抓了很多诈骗犯，送到台湾来的时候，那时候是民进党执政，在机场就把他们放走了。这个对于台湾的受害者来说，对大陆人来讲，他们是没办法接受的事情。那大陆的量刑，我们刚刚强调的，它是根据你的伤害，例如说，假设即使你诈骗了2万块，而这个人因为他是穷学生，然后他靠的这个，然后家里贷款，然后你被你诈骗以后，他想不开跳楼自杀，或者我们不能做这个事啊，而是说他有一些轻生的事，那他就根据你是间接的杀人事件这样的一个刑期来做量刑的标准。好，我们来看的这样的情况是这样。他诈骗的金额非常庞大，在美国公布之前的时候，那时候的比特币虚拟货币是142亿，现在因为有在下跌嘛，所以才估计是减少为110亿左右，但是以枚来说是12万枚多。好，这个钱中国大陆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就跟美国人说，这个钱你是我们的，不是你的，所以这个部分中美之间还有的谈判。我想这是会用谈判的方法来去进行有关于这笔钱、这个赃款是还给多少比例还给中国，多少比例在哪一些国家？我想这个是会谈的。第二个呢，就是中国大陆，我们刚强调对这个东西是零容忍的话，那当然会布线。以目前大陆在东盟国家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美国的影响力，所以这些诈骗犯当然一定会移送回中国大陆。而绝大部分移送回中国大陆的这些手模，他们大部分，我想都会被处死刑。他们基本上没有活路。如果他们在美国，还可能不会，因为美国不见得会处死刑，但是关在监狱里面。但是在中国大陆的话，基本上他们没有活路。他们更害怕的是被移送回中国大陆。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绝大部分都送回中国大陆。是好，卢赖老师特别帮我们讲到，就是太子集团它这个涉诈的金额，价值超过110亿美元，现在是被美国拿走了。那中国它手上握有惩治而已。那中国也同样指控美国用骇客入侵的方式把这些比特币都给扣押走了。所以这个赃款的流向好像也被视为是一个美中之间现在这一座司法战的一个角力。委员怎么看？不会有司法战，不会，因为美国是根据这个程式使用的是美国的加密货币系统，所以美国自己的加密货币系统就属于它可以没收的范围。它如果是用了中国的加密货币系统，那因为中国目前并没有合法的加密货币系统，所以中国现在要用什么方式去没收这些东西还不清楚，可能也没收也有困难。那因为这些表面上是区块链，但是区块链就是可以追踪。那区块链可不可以解密？也可以解密，因为美国财政部有一组人专门做这个事。现在几乎90%以上的这些加密货币都是在美国的网络上或美国的网站上面，所以美国财政部可以没收，这没有问题。但是中国呢，政府当然没有办法出面，因为跟中国的这个犯罪所得，但是中国可以有代表中国受害者出面跟美国要这笔钱。那这个就不是国家出面，是受害者出面，也就是国家要去帮受害者说哪些受害者是被惩治这个集团所骗，总金额多少，那只要在这一笔钱的范围里面100%可以收到，那换句话说，他的钱只能直接汇到受害者的账户，受害者的这个整理的程序可能是下一次中国方面的要努力的地方，因为这个犯罪地点只要他网络上就算，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只要有受害者，这笔钱美国财政部依他们自己的法律就一定要退还给你，是一定要退还给你啊。所以这个受害者要把受害证据，包括你在公安部这个报案的记录啦等等，还有受损的金额，那跟惩治的案子有什么关系？赶快把它整理好。那这个可能中国政府要去帮那个受害者整理，是用受害者的名义出面申请返还。
好，这整起案件，中国大陆还在努力当中，看看能不能把赃款给争取回来。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谈到说柬埔寨的诈骗，当时轰动一时，就2024年当时的这个网红啦，晚安小鸡，他其实原本是台湾的网红，那他自导自演说他自己在柬埔寨呢遭到绑架，那当然后来就被柬埔寨警方给逮捕了。他说他煽动制造社会动乱，所以判了2年，他也被关到现在，已经快要出来了。现在在讨论的事情是他出狱之后会不会不是被遣返回台湾，而是到中国大陆呢？这个厉将军怎么看？第一个哈，他犯的罪是柬埔寨当地的法律的罪哈，就是所谓的这煽动制造社会这个混乱罪哈，是他煽动哪个社会？是柬埔寨自己的社会。对。那你说他犯这个罪有没有受害者？其实他没有受害者了哈，这唯一一个受害者就是他自己。那是不是诈骗哈？我觉得也是诈骗哈，他演一场诈骗。然后因为太蠢了，所以笑出来。太蠢了，但是我们台湾外交部这时候也依据跟柬埔寨提出，我们要依据国籍管辖法哈，要将这个人希望柬埔寨能够遣返我们台湾。但我觉得我们台湾外交部你在说什么？真的是4、5、6，你认为柬埔寨会你提出一个国籍法？但是问题是，柬埔寨就不承认你是一个台湾是一个国家，他不但不承认你台湾是一个国家，他在前2天还特别强调哈，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不对？然后而且他是跟中国是所谓剪铁，是跟中国邦交最好的。你越是提国际法，越是触犯了柬埔寨他愿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讲这些话，只是演给台湾老百姓自己看了，代表说我们要伸张台湾的主权，但事实上是。柬埔寨是不可能将这2个人，还有一个叫安劳送回台湾来是不可能的。那我认为送回大陆去的可能性是很高，因为如果说按照国际法来讲的话，他就是这个中国籍嘛那当然送回大陆去。但是我认为后续来讲，中国还是把他送回来，因为我刚刚讲，大陆中国老百姓没有人被骗受害。所以中国可能也没有什么法律来起诉没有受害者，也没办法起诉这2个，将他们定罪入法，所以很可能到最后结果就是送回大陆去，然后大陆这个他们方面再借着相关小。